有朋友比较关心我去年种的蓝莓现在怎么样了，结果了没有？最近我的蓝莓开始成熟了，我刚好利用这个机会给大家展示一下成果，同时也回顾一下这1年来蓝莓的生长还有管理过程，方便大家在实践中参考借鉴。大家先来看看我这2盆盆栽的蓝莓都开始成熟了。家里小朋友每天都过来摘，再不做这期视频，可能就给吃没了，连展示的机会都没有了。鸟也是经常过来啄上2口，搞一点小破坏。我先摘一个来尝尝，还挺甜的，香味也挺浓的。我再尝尝另外一个品种，这种个头大一点的很好吃，是香甜的；个头小一点的稍微有点酸。我这2颗蓝莓，一个品种蓝莓个头稍大，叶子多，整棵树也显得比较茂盛；另一颗蓝莓的个头中等，叶子少，估计明年会好很多。不过蓝莓的数量还挺多的。如果大家没看过我去年种这2颗蓝莓时配土盆栽的视频，可以翻出来看一下，了解一下如何配置酸性土盆栽蓝莓。蓝莓主要是老枝结果，果实挂在老枝上面的短枝上。看看这种，还有这种都是短枝上面结的果，还有这种枝头也会结果。所以修剪的时候可以把一些没有侧枝的土长枝给截短，以便萌发出更多的能结果的短枝。而那些有侧枝并结出果实的粗壮枝，我们就尽量留着它们，让它们长得更高更长，明年能结更多的果实。今年从底部萌发的新枝，如果位置好又不会造成拥挤，那就留下来，否则冬剪或春剪的时候给它去掉。我对盆栽1年后蓝莓的长势和结果量还是挺满意的。当然跟我邻居那4颗地栽的已经结果4、5年的蓝莓是没法比了，他的那个根本就吃不过来，得在冰箱里面冷冻一部分保存。我昨天也去采摘农场看了看农场的蓝莓，基本上都到我胸口的高度了，枝条非常的多，而且结了很多的果实。这让我觉得不能满足于现状，还是得再接再厉，争取能够早日实现蓝莓自由。我给小朋友们把蓝莓摘下来，剩下一些小点的形状不好的，到时候就留给鸟了。看看这种特别紫的，肯定是特别的甜。蓝莓好吃，对身体也好，就是摘起来太费劲儿了。这些被鸟给啄过的就给鸟留着了。其实这种被啄过的还挺多的，背面也还有不少，再到背面来摘摘。我其实种草莓、蓝莓、番茄等等，从来都不用防鸟网去保护，让它们吃点也无妨，大家和谐共处也挺好的。很多年前种的东西很少的时候，辛苦种出来的果实被鸟啄了吃了，感觉还是有点生气的。后来我就多种一些，这样大家就都足够吃了。多了之后发现鸟也不怎么吃了，啄的痕迹也少了。看来是物质富足了，人和鸟就能非常和谐的相处了。看看摘了一盒子，一会儿洗了，边吃边跟大家一起回顾一下蓝莓的生长，以及我是如何进行管理的。我种的蓝莓枝株比较大，是大苗，去年当年就结了一点果实，虽然数量不多，当年就能吃上自己种的蓝莓，也是非常开心、非常有成就的一件事儿。冬天在最冷的日子到来前，我把蓝莓搬到离房子近的地方，挡风保暖，同时又有阳光。我是有点担心盆栽的蓝莓不耐寒，天气异常的话，有可能被冻死。适当保护下，心里踏实点儿。大地里的蓝莓确实是被冻死了一颗，还有一颗上面死了，下面又重新发出枝条了。这些也可能跟去年17年蝉的破坏有关系。那些蝉破坏了我院子里的所有的树，蓝莓理论上还是挺耐寒的。来看看这颗上面被冻死又重新发出枝条的蓝莓，一下子小了好多，得1年多的时间才能恢复原本的大小。关于施肥，我是用比较常见的 Holly-Tone， 这是有机的，适合喜酸植物。每个月抓上2、3把，因为是缓释的有机肥，多点少点都问题不大。有时候会忘记，那就下次施肥时多给1把就行了。去年的视频我有个失误，
我看错了，以为这个肥里边没有钙，其实是有的，只是比例不高而已。这里也纠正一下，含有适当的钙，在实际使用中也是没有问题的，但是别用鸡粪肥那种高钙的肥。关于调 pH 值，我是继续每月或每2月加酸化剂1 cup， 大概就是抓1把或者是1把多一点，这样能将蓝莓的土壤 pH 值控制在可以接受的4到5.5之间。如果能更精确一些，保持在4.5到5就更好了。土壤酸碱度是种蓝莓最关键的指标，离开这一点，怎么种都不会种好的，一定得重视。关于浇水，夏天的时候2到3天浇一次，保持土壤湿润但不积水。春秋气候凉爽，蒸发少，1到2周浇一次就行。雨水多的话，就在追肥后手动浇一次水就好了，其他时候靠天就足够了。关于修剪，我是在早春进行的。这个大小的蓝莓植株，主要就是修剪掉枯枝和细弱的枝条，然后截短没有侧枝也没有结过果实的土长枝，处理起来还是很轻松的。我未来的目标就是像我的邻居还有农场那样，把蓝莓种到齐胸的高度，结满了果实。另外，主要还是要靠这些地栽的蓝莓，这6颗地栽蓝莓才是我未来实现蓝莓自由的希望所在。很多事情只要你做了，几年之后就会有收获；如果不做，那就可能什么都没有。